有没有想过把你的创意变成现实？看，这些模型都是我在 DIY 出 3D 打印机后，在短短1周时间内学会并制作出来的。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带你一步步了解如何从零开始进行 3D 建模。本期视频将介绍3款建模软件 ：SketchUp、FreeCAD 以及 SolidWorks。首先，我介绍一个我认为最简单的建模软件，可以说是零门槛。图文教程已经在这里了。建好一个模型，它需要的步骤就这么几步。现在我用这个案例手把手教大家绘制一个工具盒，带大家入门 3D 建模。打开软件后，选择毫米，快捷键 L 是绘制线条，也可以从这里选择直线，这里也有快捷键提示。绘制的时候可以看到右下角长度在变化，可以直接通过输入长度，比如100毫米来确定它的长度。再绘制一条260毫米的线，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变成红色，说明这条线与红色的坐标轴线平行。再连过来。空格是选择工具的快捷键，按成空格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选择工具。如果这个绘制错了的话，可以选择然后按删除键。然后切换视角的快捷键是鼠标中键，切换到这个视角，选中这个面。刚才建模这个距离是26厘米，这个长度是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什么问题。视频的最后我会揭晓。然后拉伸的快捷键是 P， 在这个面上可以往上拉伸，也可以直接指定拉伸的高度，比如30毫米。偏移的快捷键是 F， 就是这个可以方便我们制作一个边框。偏移多少厘米？边框假如是3毫米，直接输入3，按回车。然后向下拉伸，拉伸是 P， 向下拉伸，我们保留4毫米作为底。那就是向下拉伸26毫米。现在已经做出来一个盒子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呢？如果要在盒子内部增加一些小格子，比如增加2个5厘米宽的小格子放螺丝，那我再教大家一个快捷键 T 就是这个卷尺工具，可以方便我们绘制辅助线。现在绘制一个50毫米的辅助线，从这里开始，直接输入50回车，再绘制一个2毫米的作为格子的边框，然后还想在这里绘制一条中线。计算一下，两边是加起来是6毫米，总宽度是100毫米，剩下94毫米，再减去2毫米的边框的宽度，92毫米。那么一个格子就是46毫米，我输入46，这样已经绘制好辅助线了。再按 L 开始绘制实线。然后橡皮擦快捷键是 E， 可以擦掉多余的线条。然后我们将中间这个隔板拉伸起来，比如拉伸20毫米，按空格切换到选择状态。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成型。那么如果要绘制圆孔，可以通过快捷键 C， 也就是这里圆，绘制一个5毫米半径的圆，通过拉伸就可以形成圆孔。拉伸的多了，拉伸3毫米。学会了这个操作，就能绘制许多的简易模型。绘制好后要导出 STL 文件，导出之前要把这个小人删掉，要不然的话会把这个一起导出。
导出在这里，导出三维模型，选择 STL 格式。假如说没有这个 STL 格式，可以在扩展程序管理这里安装扩展程序。然后我这里提供的有 STL 插件，刚才已经放到桌面上了，就是这个插件直接打开就可以安装到这里。现在已经安装好了，就是第一个。安装好之后，就可以在导出三维模型中找到 STL 文件。好，导出成功。同时也建议把这个模型保存为 SketchUp 的格式，方便我们下次修改。可以看到这两个模型，这个模型就可以直接进行切片。刚才提到的长度问题，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了，就是这个尺寸过大，咱们打印机的尺寸是220，它直接就到了260毫米，所以这里要进行一个缩放。我先选是，好，把这个拉过来，缩放到220毫米，然后就可以切片。导出为机库的文件就可以上传到打印机进行打印了。这个是最容易入门的一个 3D 建模软件，几乎没有学习门槛。现在我已经带大家入门了，我认为大家可以自己绘制简易的模型了，可以参考这个操作步骤进行绘制。然后文档的下面还有一些快捷键的操作，供大家参考。基本的绘图技巧就是构思一下草图，进行拉伸，绘制参考线，绘制图形，拉伸或压缩。后面两个我不会详细讲解它们的具体操作过程了，但是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使用它们绘制我所需要的更复杂的模型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继续往下看。如果已经迫不及待去绘制模型打印了，可以点赞收藏视频之后立马行动。第一个软件的优势在于它操作上简单易用，但是绘制复杂模型会比较困难，而且它的软件是要付费的。而第二个软件 FreeCAD 它的入门难度有所提升，但是能够绘制出更多更复杂的模型，不过操作上相较于第三个 SolidWorks 还是非常简单的，非常适合新手。这个软件的第一个优势在于所有的功能完全免费，第二个优势在于它支持参数化建模，适合产品设计。参数化建模呢，它是允许你通过调整参数来修改模型。想象一下，你在设计一个椅子，可以通过参数化建模来设定椅子的高度、宽度，只要你改变这些参数，椅子的形状和尺寸就会自动更新，而不用从头重新设计。这个快速上手教程呢，我写的也是非常的不详细，但是非常推荐大家看这两个教程，一共就这么多章节，非常短，加起来也不到半个小时。第二个教程是以 DIY 一个外壳为对象去讲的，视频也非常短，看完基本就会了。我只给大家看一下我用 FreeCAD 这个软件实现了哪些设计，从7到10，这些都是我用 FreeCAD 设计的。首先呢，我是设计了一个触摸屏外壳，这两个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外壳的主体。这个地方是用来插内存卡的。而这两个组合起来呢，就是它的一个可旋转的底座。我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实物是长这个样子的，上下角度可以调节，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看一下这个设计，这是我设计的一个电机台，这里可以插不同尺寸的钻头。这个就是540电机主体的一个外壳，这个是后盖。然后这个侧面呢有个空间，我做了一个小抽屉，能够装一些东西，容量比较大。看一下它实物的样子，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当初在家也用到过许多次，是用了一个闲置的540电机去设计的。然后这个是下一个模型，手机支架，用起来也非常好。手机支架呢，它就包含了一些曲面的设计。
3个 SolidWorks 非常专业，也有很大的入门门槛。不过，如果熟悉了上面2款软件的使用，那么这款软件的使用门槛也会降低不少。想来它的知名度已经不必我做多余的介绍了。我现在也正在学习这款软件，这里就是我的学习笔记，已经跟着教程做了许多的案例了。但是最近工作比较忙，而且暂时也没有绘制模型的一个需求。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视频对大家有帮助，请务必点赞、收藏、加关注，这对我非常重要。